从2026年12月6日开始，纳斯达克将正式开启每天约23小时的交易。新规实施后，从每周的周日晚上9点一直开盘到周五晚上8点，中间每天只休息1个小时。这意味着以后亚洲和欧洲的白天都可以直接交易美股。很多的投资者已经开始欢呼啊，终于不用熬夜了。但是如果你只看到了时间的延长，那你可能完全的错过了这件事情真正的含义。今天我们就把底层逻辑讲清楚，为什么美国突然要把交易时间延长到几乎全天候的交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呢？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首先呢，我们先要把事情捋清楚。在去年2025年12月，纳斯达克首次公开提议延长交易时间，而到了今年26年的4月 ，SEC 正式批准纳斯达克的提案。而就在近期，纳斯达克宣布这一新规将在今年12月6日正式上线。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啊，以前不是已经有盘前、盘后和夜盘交易了吗？这算什么延长啊？大家要知道，有很多证券公司其实是不接受盘前、盘后交易的，能接受夜盘交易的更在少数。做过美股交易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因为以前的盘前、盘后本质上仍然是负数时段啊。流动性非常低，差价很大，参与者也是很有限的。而夜盘更是没有什么人交易，属于暗池，是非正规的交易市场。大市值的股票还好一些，小市值的股票更是惨不忍睹。你会发现盘后或者夜盘挂的单，基本上交易不出去。我曾经试过，我一个人买1股都可以在夜盘操纵股价。而新规之后，把原来的4个交易时间段改成了2个交易时间段。日盘和夜盘，而这2个时间段都属于正常的交易时间，而只有晚上8点到9点1个小时的时间来休市，用来做系统维护和清算啊。以前的真正的核心交易集中在美东早上起来9点半到下午4点这6个半小时的时间，而12月6号之后，交易的时间将变成23小时，这在美股历史上都可以算是重大事件了。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最表面的原因啊，就是为了满足全球投资者的需求。在过去的10年，美股已经成为了全球资本的主要去处，尤其是亚洲的投资者对美股的兴趣逐年上升。但是时差是最主要的硬伤，像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的投资者，如果想在本地的白天进行交易，那么就只能在盘前、盘后或者夜盘这种流动性很差的时间交易。而在这种时间，由于交易的人少，买卖的差价很大。比如市场价10块钱的股票，你卖10块钱根本就卖不出去，你必须要降价才能卖出去。尤其是这种大额的交易，损失会非常的大。而延长交易的时间，这直接降低了全球投资者的参与门槛，这可以让市场变得更公平。但这只是表层，大家不知道的真正的深层的原因其实是竞争啊。我们知道加密货币市场已经运行了10几年的7天24小时无休的模式，新一代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了资产可以随时的买卖。传统的股市如果还死守着这种朝九晚五，在吸引力的层面上就会逐渐吃亏啊。美国的监管层和交易所都很清楚，如果他们不寻求主动的进化，资金和注意力就会逐渐流向加密或者其他全天候的市场。大家知道加密货币市场也有股票代币，投资者可以变相的交易股市啊。而延长股市的交易时间，这本身就是用行动在回应这个时代的趋势。而我们再往下深挖，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是资本在圈钱。美国股市现在已经吸走了全球很大一部分的科技巨头、创新公司和长期资金。延长交易时间就等于进一步打开了全球资金进入美股的时间窗口。白天亚洲有钱想进来，晚上欧洲有钱想进来，美股市场想把他们都接住。长期来看，你猜会发生什么呢？没错，美股会在全球股市中的占比持续提高，变成全球股权市场牢不可破的底座啊。其实这里有很多数据可以从侧面来印证。过去10年，无论是全球主动管理资金，还是新兴市场的资金，对美股的持有比例都在逐年的上升。而交易时间的延长，本质上是在降低交易中的摩擦，让这个过程整个更顺畅。所以，美国到底想干什么呢？
表面上是方便全球的投资者，而实际的底层逻辑是，美国想进一步巩固美股作为资本的吸铁石和全球定价中心的地位啊，也就是由美国或者华尔街来决定全球重要的资产的价格，同时制定资本游戏的规则。而在这个机制之下，无论资产或者资源的产地是来自哪里，由谁消费，它最终的价格很大程度上不是由生产国或者消费国说了算，而是由纽交所和芝加哥交易所或者是华尔街的资金说了算。这就是他们的顶级阳谋。我们知道，在金融世界里，交易时间和流动性就是权力的本身，谁控制了这两个东西，谁就能拥有全球股市的定价权。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新规之后的美股就像是一家几乎不打烊、客流量巨大、货源最全的超级市场。因为它的人流量最大，白天再多的货物砸进来，它都能以公平的价格在最短的时间内吃下。晚上虽然人会少一些，但依然还是可以交易。这让那些每天只有白天开门的小超市在开门前往往要参考这家超级市场上已经形成的价格，而这就是流动性碾压。除此之外，无论深夜几点，全球突发任何的黑天鹅新闻，当小超市已经关门，投资者无能为力的时候，这家超级市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它可以继续进行交易，挑灯夜战，先把价格在市场中反映出来，这就是交易时间的碾压。而这种超级流动性和几乎全天候营业的结合，让它进一步巩固了全球股市的定价先机啊。这也让全球股市里的买家和卖家在开盘的时候需要高度参考它给出的价格。过去这些年，美股已经在企业的质量、法治、透明度上领先，现在再把时间的优势补上，这等于把护城河进一步的挖深。而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先来说一说好处啊。其实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最大的直接好处就是便利。以后亚洲白天下午4点以后就可以直接的交易美股，证券公司也不会限制你，因为这属于常规的交易时间段，并且流动性会很好，不必非要再熬夜进行交易了。而对于做长期定投的投资者来说，想每月固定时间买入，那以后你们就可以根据自己方便的本地时间，而不需要再去迁就美国的时区了。而第二点好处就是信息的反应速度会变得更快。以前亚洲盘的重要消息往往要等到美股开盘以后才能充分的反应，以后在夜盘价格就可以提前的反应，信息会变得更加的及时。但对于我们的坏处和风险同样真实。由于过去夜盘交易的人很少，买卖差价非常大。我知道有些习惯在夜盘通过买卖差价大来低买高卖博差价的小伙伴，随着美股新规将夜盘正规化，流动性会进一步的加强，买卖差价会大幅的缩小，而这一套靠市场低效率的投机玩法难度会显著的提高。此外，由于夜盘的信息少，新规之后虽然参与的散户变多了，但真正可以稳住盘面的大资金相对较少，在夜盘会更容易出现这种情绪化的波动，这往往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是情绪陷阱。而我要说的最重要的第三点是心理的影响。交易的时间变长，意味着投资者可以随时能看到自己账户里的浮盈和浮亏。做过交易的小伙伴们都知道，人性很难抵抗多看一眼这种冲动。很多人原来每天看一次，而现在变成了随时刷，这导致投资者更容易被短期的波动干扰，破坏自己设定好的投资纪律。而这一点就是延长交易时间后最容易被忽视，但对普通投资者最大的影响之一啊。23小时的交易表面上是技术的进步，提升我们的便利性，实际上也是在考验投资者的自控能力啊。以前市场的正式交易时间段非常短，投资者有一个被迫下班的时间，收盘了，很多人会选择去复盘。但现在除了周末和节假日，几乎全天的交易，市场永远在线，而诱惑也永远的在线。很多人会把原来复盘和休息放松的时间拿来交易，这会增加很多在交易中原本不该犯的错误。而真正能从这个新规中受益的普通投资者，往往是那些本来就有清晰的投资计划，同时又可以严格的执行交易纪律的人。我们聊到这里，逻辑就已经很清楚了。
美国的目的就是把全球剩余的储蓄尽可能的吸进他们的市场中，但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我们更需要想清楚自己为什么买，买的是什么，计划持有多久，预期什么情况下我们会把它卖掉。因为随时都能买卖会让交易变得更容易，但这种便利又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它是效率，用不好它就是干扰。其实我个人呢，并不反对新规的23小时交易，因为从市场进化的角度上来看，这是必然的趋势。加密市场已经完全证明了全天交易是没有问题的。以前我们没得选，只能在固定的时间框架里交易，而现在给了大家更多的选择。但我们也必须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我认为真正的交易高手不会因为交易时间变长就改变自己的交易节奏和策略，他们依然会按照适合自己的时间，用合适的价格买自己早就研究清楚的股票。交易窗口的变宽只是让执行变得更从容，而不是让策略变得更混乱。总的来说，12月6日之后，投资美股会变得更方便，但方便从来都不是收益的来源。如果你看完这一期视频，你只记住一句话，我希望是这一句：交易时间变长是市场在进化。如果这让你的投资系统变得更混乱，那你只是多了一个随时可以亏钱的时间窗口而已，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啊！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对这个新规有什么看法？你打算调整自己的交易习惯吗？是继续的定投，还是改变你的投资策略？欢迎你们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会尽力的回复你们。你们的观点可能会成为下一期视频的主题，不要忘了点赞、订阅、评论、收藏，美股投资不迷路。我们下期再见。